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曲面的入门篇。那当然，曲面呢，它有分好几个阶段。那今天要介绍的呢是入门篇。那在介绍之前呢，还是要询问一下各位，你有学过 SolidWorks 的入门篇吗？如果你还没有学过的话，你可以到上面或影片底下有连结，你可以点进去，那边都有一些教学影片可以观看。那曲面的入门篇呢，是不推荐初学者来进入这一块的，它必须要你有使用过 SolidWorks 一些基本的运用，组合件啊、零件啊，或是做一些相关的设计过，那这样来进曲面的入门篇呢，会比较适合一点。那这边呢，因为曲面入门篇呢，我这边介绍的呢是比较一些简易的方式，那可能会跟你想象中的曲面入门呢是有点不一样的。那为什么呢？这边呢是为了让你更容易的进入曲面这一块的领域。相信很多人可能就是想要进入曲面画一个像类似这样的一个公仔，但这里呢是必须要运用到许多的技术的，而且你的观念也要重新来做建立的。所以那曲面入门篇呢是比较不会偏向画这样的，它会先带你进入说曲面，让你的零件呢可以更多元的去制作出来。那这边呢，我给大家看几个实际的案例来做介绍。那至于要画出这样的类似这样的公仔呢，需要到一些进阶甚至高阶的一些指令。那后面有机会呢，我会再陆续的推出这类的教学影片。在教学之前呢，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如果你有想看的单元呢，你可以到影片底下有时间轴，那你可以透过时间轴呢跳到你想看的单元，然后底下都有详细的说明。有兴趣的人呢，可以直接到那边去跳看你的单元，这样子对你呢会比较有帮助一点。那在进入曲面的教学之前呢，先要了解一下环境。那这边呢，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曲面最终呢，它是要实体化。因为我们如果是用曲面建模的话，它的厚度呢，基本上是0。那0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来做后续的应用像是 3D 列印，它需要是有厚度的。曲面的入门呢，就是让你感觉一下曲面建模变成有厚度之后，可以运用 3D 列印把它列印出来，主要是这样的概念。那一开始你如果没有开启曲面这个指令的话，你可能会看不到它这个上方列。那我们有2个方式，第一个是你直接在上方列的右键按下右键，然后这里有一个曲面，按下去之后呢，它就会跑出一个曲面的指令列出来。或是第二种方式，从工具制定点开之后呢，你就会看到这里有一个曲面，你在这里按下右键，然后把它显示标签，它就可以跑出来了。这样子也是可以看得到的。那这边的指令呢，我不会全部都介绍。我会部分介绍，因为我会是针对曲面入门呢。假设你今天是一个初学者，哪几个是比较适合你入门的那有一些我就会直接跳过去了。那这边的入门呢，我都是有评估过的。这一些呢，我们套用在实际的运用呢，会比较感觉会比较真实一点。像是 3D 列印你就可以直接套用进去，你会觉得原来是这样子来运用的。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咯。再来介绍的是分割线这个分割线呢，它是非常实用的，会很常使用在3D 列印的物件上面的，像是这个篮球或是刀柄的手柄这里像这类的东西呢，可以用分割线呢来去辅助它完成的。想一下，如果不是用这个指令，你会怎么去做呢？可能会花比较多的指令或是比较多的时间去构想嘛。那这边呢，分割线我就先跟大家来解释一下。首先呢，你必须要先画一个你的草图。那我就先随便假设一下，我先进入草图，然后我假设我画个
几个几何图形。那这边呢，就是只是示范给大家看而已。那这边你也可以是这样子，像这样子的，我粗略的示范一下。好，不一定要像画深长填料除料这样子，需要是一个封闭的曲线。你像这样子，很像在随意画草图哦，这种是没有问题的。分割线是可以把它做出来的。我就示范而已哦，那这边就让大家去测试。然后画完草图之后呢，我们从特征上面或是曲面这里，我们都可以从这个曲线，有看到这里有一个曲线的指令，记得点一下草图。指令这里呢会有一个分割线，你把它点进去，点完之后呢，它会要你选择你要分割的面，那我就点选这个面，按打勾。打勾完，我们看一下，它其实就是把我们刚刚的草图的线呢，都把它割出来了。这样子是非常的适合的。那它也不一定说只能画在曲面上面，你要画在实体的面上面也可以是怎么样呢？我就试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把它抑制掉。假设是这一个这样的四方柱，那能不能做呢？那我就示范一下假设我有这样的物件，然后我想要它有纹路当然分割线呢，它也算是一个参考线而已，不是说这样子就能做了。那怎么做，我后面会再说明的。这边我们就先试一下，说我们要怎么去把分割线把它做出来。当然有了分割线之后呢，你会觉得就容易多了，因为它的参考已经帮我们做出来了。假设是这样子的，那我一样完成它进入分割线的状态。那这个面呢，我不一定只是选这个面，我可以这4个面都把它选起来。假设我是要这样子，好，选完之后它是整个都把你割出来了，那这样是很方便的。用图彩的，我们这样看起来呢，它其实它的实体是没有改变的，只是它在几何上多了一些参考的线而已。所以这样子我们如果拿去做列印的话，它列印出来是不会有这些纹路。那这边呢就大家要留意一下记得它只是一个参考线参考线很重要，在曲面这一块我们有参考线，我们在做后续的指令会更轻松的。那我再试一个圆柱的给大家看。如果说你要打数字，可不可以？数字也是可以的。像这样子就用数字来做。那当然你也可以打文字、英文等等，或是奇怪的几何图形都没有问题的。那我就一样是做分割线这个面。我们看到这样就做出来。当然这边它也会做，可能是一个镜像的方向它两边都会做出来。你也可以去选择同一个方向，就选单一方向这边选择方向性这样子也是 OK 的这样子那这边都不会做出来了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做。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曲面入门呢3个简易的指令。那这3个呢其实它跟我们一般的零件做法是类似的，差别在于说，因为曲面呢它是没有厚度的，所以你可以不用把厚度画出来。那我又用这个曲线来做示范。假设我画了这样的曲线，我们大家看一下这样的曲线，那我就直接按伸长曲面呢，它都会直接把它做出来。为什么它可以做呢？因为曲面呢它是没有厚度的，所以做出来的时候它的厚度是0。那你可以给它伸长的长度。那其他的其实都跟基本的零特征的那个建立呢是一样的，所以看起来呢入门是不会太困难的。差别在于说你不用把厚度画出来这是一个比较简易的伸长曲面。那当然呢，如果你要画一个平面的话，假设是一个没有厚度的平面，那其实这里有另外一个指令。假设我要在这个面上画一个方形，这样的平面呢你可以在曲面这里有一个平坦曲面，你把它按下去之后呢，它就会把这一个草图给它封闭起来
变成一个平坦的曲面，那它厚度也是0的。你去量它的厚度是量测不到的，是没有办法量测的，它厚度就是0。那它不一定是方的，圆的也是可以的。我试给大家看，直接按这样子平坦曲面，也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是封闭的那个草图都 OK 的。那这里呢，我再来介绍第二个，这算是比较少使用的，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用别的方式呢来做出平面，好像是参考图源等等的这种方式。来介绍第二种是旋转，那我假设是这样子好了，它其实就跟旋转填料除料呢是一样的，那就跟刚刚我说的差别在于说，它不需要是一个封闭的草图，我要画这样子也是没有问题的，基本上是画一个这样的弧，选择我们的旋转轴，它就会把它做出来。它做完之后呢，它内部呢是空的，它是一个没有厚度的一个外形。那这个呢，像这个美国队长的盾牌，它就是用这种指令把它做出来的当然有后续的一些辅助，那后面会再来做说明的。像这样子简单的，我这样做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这里呢，还有一个是扫出，那这边呢就留给各位去尝试了，这也是蛮容易的。如果你有学过入门篇或进阶篇的话，你就会使用这一块的。那这边呢就让大家去尝试咯。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的是平移曲面。平移曲面这边呢，在曲面的指令呢是非常实用的。那我们在入门篇呢要学习的话也是蛮容易的。那这里呢我就直接介绍它。我们在使用 3D 列印物件的时候，非常常使用到这个指令。那它呢是会跟分割线做搭配的。它前面分割线如果你有学过的话呢，我们就直接进入偏移曲面咯。如果你还没有学过的，我会建议你去看一下分割线。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了。我们从这里就会看到一个偏移曲面的指令，你把它点进去之后呢，它会要你选择一个平面。我假设是这个圆好了，然后它会要你平移的距离是多少，你可以输入说你想要多少的距离，它呢就可以让你做一个参考。它平移之后会有一些其他的用途的，怎么使用我其实后面会再来跟大家说明的。好，那这边是非常容易啊。我们来试一下，假设我要平移数字可不可以？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你看我把它点下去，它数字就被我平移出来了。那你可能会好奇说，平移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我打勾给大家看一下。它平移完之后就是一个曲面。我们从曲面本体这边就会看到被我们平移出来的曲面，它每一个都是曲面。这个曲面呢可以做其他用途。那什么用途是用到最多呢？就是让它变成实体，或是把它当成一个参考，我们要把它除料或是长出等等的，用这种方式呢，会非常的轻松。在关于说在建立的这一块，因为有些东西我们可能用实体建模的话，会比较不容易做出来。那我们如果透过这种方式的话，会变得非常的容易。我们大家想一下，那这样子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用途可以使用呢？假设我说我平移的话，我要让它平移0，可不可以？好，给各位几秒想一下，可不可以呢？好，我来告诉各位是可以的。那我如果要把这几个都选取起来，让它变成一个连续性的曲面，也是可以的。我直接按打勾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呢，它就变成有一个连续性的曲面被我选取起来了。那它的平移量呢是0，所以等于是它在这个面呢，多了一个参考的平面。那这里呢，我如果在后续来做除料的动作，就会变成非常的轻松。那要怎么做呢？等一下后面会再来做说明的。那这边呢，就让大家去尝试一下咯。接下来呢，来介绍一下延伸及修剪曲面。这两个指令呢，也是用来辅助的。那你也可以透过分割线来完成这一块的都可以，就看各位。那这里呢，我就大概介绍一下像这里有一个延伸曲面，你把它点进去之后呢，你选择你的边线，那这里呢，它就会直接做延伸的动作。你看你的距离要多少，你可以直接把它输入进去。你只要点选它的边线呢，它就会去做延伸的动作。像这里也是没有问题的。我就假设我把
距离给它输入进去，它就会去做延伸的动作，是非常容易的，就让大家去尝试一下。那再来呢，我来介绍那个修剪曲面。修剪曲面呢，它需要有一个草图。那这边的草图呢，你就必须要是封闭的曲线的，这样子它才可以做修剪或是留下来的动作。那假设我已经把草图做完之后，我让大家看一下是这样的草图。那我就直接点选修剪曲面，点完之后呢，它这里有2个让你选择，一个是你要移除你的草图，我们看一下，移除的话就是像这样子，我把它点选起来，它就是把它移除掉，或者是你要保持你选择的，就是我们选取起来是要保留的。这2个就让大家去尝试一下。假设是移除是这样子，我试给大家看，移除完之后呢，它这里就被我们割掉了。那如果是保留的话，它就会把我们刚刚选取的这个保留起来，其他的都除掉，像这样子，是非常的容易理解的。那这边呢，都让大家去尝试一下。这里是一个辅助型的一个指令，它会辅助我们后续的动作的。好，再来呢是加厚以及加厚除掉这2个指令。那这里呢就会让我们的物件呢实现到我们最终想要的结果。那这边呢，我会建议搭配前面的分割线，还有偏移曲面。我会最主要会有分割线、偏移曲面，以及加厚除掉这3个来做搭配的话，会让我们的零件呢更容易的做出来。那这边呢是曲面指令的一些技巧。那我先示范一下，像这个我们刚刚有做过，把它修剪出来的这个曲面。那我如果说直接做加厚的话，那我们刚刚最前面一开始提到的曲面最终呢，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要让它变成实体嘛。有实体之后，我们才能做一些运用，像 3D 列印。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让它做加厚的动作。假设我的厚度是这样子，点完之后按打勾呢，它就会变成实体了。我们看一下，这里呢已经变成实体了。那如果你有曲面本体这边呢，表示这里是没有办法去运用它的。那这样子是蛮容易可以做出来的。那这边呢，就让大家去尝试它。加厚之后呢，你的边线也可以去做圆弧，做圆角、倒角，这边都可以去做它的，所以是非常方便的。再来是我刚刚前面所提到的，假设我们把它偏移这个0，当做一个偏移曲面的参考。那我这边呢，我来介绍的是加厚除料。点完之后呢，假设我是用两边的把它除掉一个厚度，我假设是1的话，那我按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就会直接呢，在这个参考的面2侧把它用加厚除料的方式把它除掉。那这边呢非常实用像是这个刀的刀柄呢，就是这样做出来的。因为它的外形呢，它不是一个像几何的，是一个比较直立型的，它是有点曲线曲面所做出来的一个刀柄。那这样子我们在做这个刀柄的这个外形的时候呢，就会比较麻烦一点。那如果我们可以透过分割线、偏移曲面以及加厚除料这3个指令的话，这里就会变得非常的容易的。我再来示范一下，假设是数字的，我做加厚除料，那这样子我直接按打勾，给大家看一下，这边都设定好了，它就会直接呢把这个参考的曲面呢给它除掉，像这样子是非常实用的。像这个篮球，它就是这样做出来的。当然你也可以是用加厚。我假设这边这个1我要用加厚，我给大家看一下。它就会像是这样生产或是除料的动作的。那这里呢，如果你有一些特殊的外形或特殊的形状呢，你可以透过分割线、偏移曲面，加厚除料或是加厚让它变成一个实体。那想必这边呢运用上就是非常的活用的。好，那这边呢曲面指令的入门篇大致上呢就告一段落了。那这里呢最终呢还是要跟大家去呼吁一下，最终曲面指令它是要可以被实体化的，它是要是有厚度的，它要是变成一个实体的，这样子我们才能用在后续的应用像 3D 列印。这边呢我来总结一下曲面的入门篇。那最主要呢，曲面最终它还是要被实体化出来，就是它必须要是有厚度的，它是一个实体的才能被运用，像 3D 列印。
那这边呢，可能跟大家想象中的曲面建模的教学有点不一样。那为什么我会这么做呢？我把曲面分成好几个阶段的。那入门篇呢，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要让你不会那么的陌生。我们会透过我们已经学会的实体建模，来再搭配一些曲面的建模，让它可以更灵活运用，而不是一开始呢就让你进入一个可能要画公仔或是画一个曲面的复杂的曲线这样子呢，你可能会进来的时候会不太容易因为这边呢还是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去调整你也要去建立一下不同的思维，因为曲面建模呢它的思维会有点不一样会跟实体建模是不太一样的，甚至很多画草图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标注尺寸的你可能需要很多的参考。那这边呢在直接跳入曲面的话是学习上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引导你。那各位如果对于说画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公仔的曲面建模呢是有兴趣的那就欢迎继续关注我的频道的话，我后续呢会陆续的再来推出进阶甚至高阶的一些做法。那这里呢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到影片的底下来留言那我们今天的曲面入门篇呢教学就告一段落了，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